大家都知道，自从盘古开天辟地、阴阳始分、女娲娘娘造人、华夏起始，这样一直到太古的玄元皇帝时期，开始封土建国，封祭山川鬼神，制定历法。轩辕皇帝又创中医注油、针砭、经络穴位、中医中药等，更有纺织技术，制作衣服冠冕、御寒护体。且不说皇帝时期的创立甲子、方明算术、制作乐律、制造乐器、仓颉造字、始皇作图等恩德。单讲轩辕皇帝当共主之时，去古未远，人们生活古朴。轩辕皇帝教导大家，不仅用生火来做饭，而且更要利用容器蒸、煮、炒等方式吃熟食，吃健康。那个时期的华夏民族既脱离了以烧烤为主的膳食方法，轩辕皇帝医理精通，从为大众健康考虑的角度，在烹饪食材时加入适宜的中草药，如此就形成了中华饮食的特点：色、香、味俱全。中华文明起源悠久，作为华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始于远古，当世更是蔚为大观，世人叹为观止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弱水新媒体，我是安妮。安妮今天就向大家介绍一种华夏名吃，那就是肉夹馍。肉夹馍又有陕西小吃、关中小吃、东府小吃等名称，其口味咸、鲜、香。近年来，随着中外民间交流的日渐频繁，国外也有人称其为中式汉堡、中式三明治。其主要食材由面粉、猪或牛或羊等的腿肉、肋肉组成。肉夹馍使用的腊汁肉在战国时期称为韩肉。当时的战国七雄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，其中位于秦、晋、豫三角地带的韩国腊汁肉，在秦国统一韩国之后，制作工艺传进了长安。正宗的腊汁肉以猪肉为原料，唐代又称腊肉，世代流传，历经演变。腊汁肉的特点是色亮红润，软烂醇香，肥肉不腻，瘦肉不柴，入口即化，久住不变。腊汁肉的做法是选用上等肉类，用盐、葱、草果、扣仁、丁香、桂皮、冰凉和大香等多种调料汤煮而成。若煮汤是历代流传下来的老汤、陈汤，更是地道。腊汁肉由多种调料精心配制而成，由于选料精细，火功到家，加上使用陈年老汤，因此所制的腊汁肉与众不同。具有色泽红润、气味芬芳的特点。肉夹馍是古汉语肉夹鱼馍的简称，其盛行于陕西地区、宝鸡西府地区和潼关等地区，它是中国传统特色食品之一。陕西市白吉馍腊汁肉夹馍，宝鸡西府市食醋肉臊子夹馍，潼关地区是热馍凉肉夹馍。传统白吉馍是用上好面粉揉制后制成饼形，制
至铁砧板上略微烤成型，放入炉膛侧立，上下隔着铁砧板的炭火烘烤。烧罄后翻面，待双面松脆微黄即可。上品白吉馍揉制充分，火候恰到好处。制好的白吉馍形似铁圈虎背菊花心，皮薄松脆，内心绵软，可单独食用，也可配腊汁肉同食，味道更佳。白吉馍是用半发开的面团捏成饼，在火炉里烤熟的。因制饼时用了特殊的手法，其内部天然的一分为二，只需把腊汁肉切碎向里填充就行了。馍又名烧饼，掰开加其他食材的吃法就叫夹馍，夹肉的叫肉夹馍，夹菜的叫菜夹馍，还有大油夹馍、辣子夹馍等。肉夹馍用的肉有3种：纯瘦、肥瘦和肥皮。年轻人中以纤瘦女子居多，喜欢吃纯瘦肉。一些食馍有年头的人士认定肥瘦均匀才是够香，还有的人是要吃肥皮，就是肉皮和它下面的少许白肉，肥而不腻，焦糯香滑。肉夹馍是2种食物的组合，腊汁肉和白吉馍。腊汁肉、白吉馍合为一体，将各自滋味互为烘托。腊汁肉配上白吉馍，有着中式汉堡的美誉，扬名中外。我们吃肉夹馍时，如果竖持而食，会淋漓满手，实在是可惜了喷香的肉汁。正确吃肉夹馍的姿势是水平持馍，从2侧舀起，可以使腊汁肉的肉汁充分进入馍中，不致流出。吃的时候还可以按照自家的喜好加入各种青菜，如西红柿片或辣椒丝等，营养更全面。给我来一个肉夹馍，要加一点辣椒。那你做了10多年了，都10几20年了吧？03年开始做，哦。3年，去上海。啊，在上海做。对，我们从宁夏直接去的上海了。宁夏那边都做2期嘛，西北嘛。哎，对。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去做了嘛。上海那条街纯粹拆掉了。对，武江路步行街嘛，就在南京上海电视台底下。那里都是白领啊，好多白领每天下班啊。那日本人邀请您去，您为什么不去啊？那实际上我们生意也很好啊，我以前收入也很厉害啊。我们以前要卖7、8千块，有时候1万多块钱没有这么开销。哦，我在上海的时候也认识一个城管局局长，他们跟我们关系很好。他们弟弟有很多搞的房子，一套房子不要什么钱，那个也就买这一间。那您跟就日本人合作那个照片，现在还可以找得到是吧？找不到，他们光拍我们没有留。哦，光拍你们炉子，借去拍电影了。对，他们就是在那里拍电影，我们在那里可以参与一下嘛，在湖里面，他只是取我们几个镜头嘛，对吧？对吧？嗯。那日本人邀请您去，您为什么不去啊？那实际上我们生意也很好啊，我以前要卖7、8千块，有时候1万多块钱没有这么开销。
放了一个镜头，拍了2、3天，就在那湖里面，啊，船上面拍的。船上拍的。哎，咱们都看着他们老鼓励一下，然后请咱们2个中国的小姑娘当服务员，啊，是那样搞的嘛。服务员他们都穿的日本衣服嘛，我们在3个船嘛，靠，就在他们把那个湖都开的时候都包下来了。哦，里面也让乱滑，也让滑，可是不收费，乱滑。他们说为了好看嘛。哦，那您在上海那边应该生意很好的。对，我们在济南发展很好。那在这边怎么就没想着搞个店？哎呀，跟你说，我们这后来不是回家了吗？回家就开了个沙场，就跑沙去跑大车嘛，就跑亏了嘛，又跑货车在那个码头拉货柜嘛，啊，拉了个大货柜。后来我又转街转到这里了，我一看这个生意很不做，我就突然间来到这里了。又做回老本行。又做回老本行，做的时候我的车还没有卖，做了半年以后那边车才卖掉。哦，我有司机开的。就比如说生意最好的时候能卖多少个？在这里啊，卖300多个吧。300多个，光这个就是肉夹馍卖300多。光馍对。哦，那其他的还有是吧？就那时间这个凉皮肉夹馍。哦，凉皮我们也能卖300多个。哇，那很好哦。对啊。就是很辛苦是吧？对，那时候他哥帮我们烤饼嘛，我把他哥哥叫来了，我妹妹后来都跟我来了嘛。啊。那时候工资以前有5毛钱1个。是啊，那个时候消费便宜嘛。招几个小姑娘，全是都穿着白衣服啊。哎，对。光做，我们从一个安徽的一个做饼的，安徽人我们那边都会做饼嘛，发面做很多包子嘛，我们什么都不管，就光做肉皮。哦，那时候卖2.5块。啊，凉皮也是2.5块。哦，一个要辣的，一个要不辣的。这个不辣的呢，只要加那个青椒就可以了，不要那个辣椒酱。搞回来，上面有我的照片，他们日本人搞的。来到这里是到哪里有好小吃啊，他就直接的就来，是这样的。这个肉夹馍在你们家乡叫什么？也是肉夹馍呀。也是肉夹馍。对呀。每个地方叫法都不同啊。不过不带辣汁，就是直接是肉夹馍。不带辣汁啊。不带前面那2个字。哦。一个要辣的，一个不辣的。不辣的那个只加那个青椒丝就可以了，它不要那个辣椒酱。香菜放啊。香菜不辣的那个里边放一点吧。我们烤鸡翅都可红了，在那里。那您做这个应该很多年了吧？对啊，我们00年就开始做，03年就在上海都可红了。哦。那时候都排队啊，你看2.5块，凉皮也是2.5块，肉夹馍2.5块。那你每天几点起来弄这个？4点多一点。哇，你岂不很辛苦？是啊，现在都在自己做。以前我们在上海的时候都雇几个人呢，雇几个人忙不过来。肉夹馍是陕西的。啊，陕西的肉夹馍。凉皮了，当地每个地方的风味不同。对，这个放红辣椒啊。对，放红辣椒。凉皮也是自己做。对。哇。这岂不你们收档又晚，那应该是。都收，他2点多就收档回家睡觉了。哦，这么辛苦。2个16块是吧？好，老板生意兴隆啊。这里呢，安妮提醒大家，如果肉夹馍使用的是豚肉，由于猪肉其气味是酸、冷、苦、微寒，某些部位有微毒，
多量食用猪肉能避人血脉，弱化筋骨，虚人肌肉，所以最好不要长期连续多量食用。而某些疾病在身的患者，更是要懂得回避和忌讳。制作肉夹馍的面饼一般是小麦面粉，如果是出自北方的，是对人有益处的，而其他地区出产的小麦面粉是不宜多食久食的。中华饮食最讲究的就是健康之道，中餐食用讲究，菜系丰富。我们享用佳肴的同时，多了解一些食材的性味，可以让大家吃得健康，好运相伴。各位朋友呢，每到一地，涉猎到新奇事物，入乡随俗，品味留意之时，更能够增长阅历，体验到当地的风土人情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爱你们，下次见，谢谢。